客栈2营的所有兄弟们，新一轮的战斗现在打响了。大家听着，在这一轮的战斗当中，我们没有补给，没有增援。全体蓝军注意，我是1号，我的命令只有一个：任何踏上这座岛的敌人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部歼灭。傍晚6点25分，红方完成突击，强行登岛。双方在岛上厮杀了4个多小时，双方都有伤亡。22点50分，蓝方组织反击，反击成功。现在红方正在有序的撤离战斗。红方不是补充了兵员了吗？怎么花了4个小时才登上岛？报告首长，蓝方呢把2艘打飞的补给舰艇炸沉在码头前的水域下，红方的冲锋艇无法靠近有效的登陆地点，只能在远滩涂下水求渡。100多米的上岸距离，突击队员完全暴露在蓝方狙击手的枪口下，损失惨重，行进很慢。蓝方减员已经不足3个连，红方在兵力上是占绝对的优势，为什么不在岛上坚持下来，而且要事倍功半的往回撤？这是哪家的打法？报告首长，蓝军的主要构成呢是特种兵，他们在近海呢以蛙人小组的形式破袭红军的舰艇连，在滩涂呢组织火力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，在岛上呢设置障碍，阻止呢红军的往前推进。一旦红军上了岛，蓝军就转下地下攻势，等到夜晚，他们再以特战小组的形式对红军进行奇袭。红军在夜战中非常吃亏，只能先撤下岛，等天亮了再发起进攻。这是猎豹遇到猎狗了，才形成这个僵局。红方的空中火力不是炸了2轮了吗？3轮，而且轰炸非常有效，蓝军无法在岛面上建立重火力，而且他们的雷达昨天就被打掉了，岛上的炮兵也被炸了3次，全部炸光。他们现在只有轻武器来进行抵抗，可能还剩下少量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火箭。够顽强的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江友啊，你们这岛上什么水货破电视啊？刚打上来，听炮1件，是不是受不了上面那个惨不忍睹的状况？加油，赶快找人来修修，别耽误观察组的事儿。是。刚才看这个意思，特大推得很快，但是我700团用这种方式杀上蓝军的有生力量，代价太大了。哎，主权问题寸步不能让啊！再说了，咱们700团有兵员，耗也耗垮他。行了行了，今天轮到谁值班了？啊，去跟人家谈判一下，弄点水来。昨天我用海水洗的澡，遮得我身上直疼，1夜没睡着。首长，您别怪我跟您提意见呐，您好歹有秦汉勇鞍前马后的伺候着，是吧？可是我们2、3、4师的人，他们可是毫不手软呐。是，首长，我看还是您去吧，您面子大。都人质了，我的面子管什么用啊？我人质怎么了？人质。你也是人质的头，你看这恐怖分子抓着这头之后，那都是照稿子念声明的。哎，您就是这头，我们就是小喽啰。滚蛋！踹！行，那我去。头长，水来了。水发下来了，我去弄的，天然矿泉水。今天不是没发水吗？你们特大是不是又搞特殊？你傻了呀！上头下雨，出风口接的。那我也去接水去，赶紧，多接点，多接点啊！
谁？哎，说了你不要催我。你们秦大队长也接水了呀？为什么他能接我不能接啊？因为他是秦大队长，你不是。嘿，给我老实点。啊，我是小同志啊。谁是你同志？特别是你，人家都在厕所尿尿，就你非要去海边出口尿，人家一天尿2次，你一天尿8次，还不算拉的，怎么就你事儿多？我说年轻人，哪来那么大脾气啊？等你到我这个岁数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尿频、尿急、尿等待了。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去拐道那边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给我回去！师长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咱喝水去。不能再喝了，不招人待见。哎，走，行，首长，您听见了吗？啊，我穿着衣服，扛着牌儿，堂堂的解放军的大校，就落这么个下场。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哎，老骚啊，消消气儿啊，你就当是体验体验这个人质的感觉，好，也算是一份经验，没准以后还能用上。没事，我不生气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对，谁不生气？伤自尊呐！你老多怎么了？你老多那是因为在战场上受的伤。带尿布来的，膏药。谁让你一天尿8次尿？你给我憋着！是。老宋，忍，也就一天的事儿啊。就是。顾一野今天要是拿不下翘头岛，我发誓，我回去把他吊起来打。首长，小野来了。是，行，赶紧送进去吧。啊，是上啊。哎，反正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下午传过来的数据啊，首长们都看了，首长们很满意。这司令还问呢，说能不能给山王2号赞助一下？说别军里得实惠，钱都让军区掏了。红方今天又撤下来了吧？是啊，天黑不久就撤了，而且是自己主动撤的。为什么又撤下来？这主要顾一野啊，在岛上丢了10辆坦克，丢了200多号人，受教训了，所以天一黑就撤下来了，把打击啊都用在白天了。他呢？他怎么？你说高粱，不是你不有实时数据吗？你没看到他呀？今天就出现了1次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哎呀，也难怪，他总不在指挥所里面待着，姜卫星在那盯着呢。这外头啊，信号又不好，烟火又大，而且导演部要求的都是大全景，特别交代了不拍细节，所以你看不到的。怎么了？想他了？你们刚才没有留意我为什么要喝这个雨水，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去谈判？从昨天下午的攻击战开始，特大抓了700团的人，就没再往脸上抹面粉。还有，现在都中午了啊，他们答应的3壶淡水到现在还没送来。那不是忘了，高粱在做一件事情，他是想把战斗拖下去，拖到谁也估计不到的时候。
确定是700团的人？我的人我还能不认识啊？全被掉海水里。我没敢在这多待。我判断，就是第一次攻击北服的，那是无人。有人看着吗？有一个感受，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。放出来？不是，放出来干嘛呀？点一遍人头再调回去啊？我说关了几天，你脑子惯坏了。这25个人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被俘人员。被俘人员不是阵亡，被俘人员放出来之后还有战斗力，还可以作战。师长，你疯了？你让秦汉勇给气疯了吧？700团绝不能输在这大手里，咱们在这等就是渴死、饿死，鬼爷也打不进来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知道蓝军的弹药库，只要把人放出来，夺取武器，把弹药库给他炸了，重新开花，特大就输了。可是我们不是作战部的呀，我们是人质啊。人质就对了。人质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就是绝不和劫持者做妥协，找到机会就反抗。去，把人放了。我一正规部队的，我不能干这事儿。到什么时候了？我再想想，我想个屁呀！你要不干，老子干！听见吗？嘘，别出声！我是234师师长宋建设，大家都别出声啊！没事吧？已经出局了，不许违反战场纪律，听到没有？是。首长，这帮人太狠了，不给吃不给喝，还偷听我们说话。诉苦的话，以后再说。现在我要带着大家去干一件雪耻的事儿。哪几个是战斗员？报告，700团1营2连1排长赵小勇，小宁报道。好，我现在恢复你们战斗员的身份，咱们分成3个组，2个组夺取武器，占领通道，另外1个组跟我去炸了他们的弹药库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吴某、陈东，走，你2个押7个人，其他人跟着我。是。别动啊！走。首长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老宋呢？老宋去救那些被俘的红军去了。营救被俘的红军？对，然后带他们去炸蓝方的弹药库。这不扯淡吗？导演部明确规定，上级不插手，由指挥员自主作战。你们234师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出去参战了。哎，老秦，你别激动。理论上说，你呀，还真可以这么干。按照导演部的设置，我们现在都是人质，对吧？作为质押者的勒索标的，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肉票，我们当中呢有配合质押者的人质，甚至还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质，当然也有奋起反抗的人质。我觉得人家老宋是属于后者，这既符合人质的真实身份，也符合实战内容。这么说吧，当你们2个在嘀嘀咕咕商量的时候，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没有阻拦他们。参谋长，
特大是您亲自生下的，是您养的，算是您的亲生儿子吧？要暴动，大家一起暴动！站住！演戏一开始你们就你呀我呀的，拉山头搞对立，我没批评你们，你以为我在纵容你们吗？啊！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是人质。有在自己人手下当人质的吗？是人质，关押你的人就是你的敌人，自己的身份都没搞清楚，还要暴动。弹药库就在这儿了，把门打开。这几天我一直没说话，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关口，我必须得说两句。我觉得在实战的背景下，老宋的出发点一点问题没有，而且勇气可嘉，只是在技术上出了点问题。他如果要是把解救战俘的这个目的改变一下，不去炸蓝方的弹药库，而是把重点放在情报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分头突围，出去送个信，这样的行动那就完美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情报部长没白来啊，你是真的在研究实战。谢谢首长。首长，这门打不开。是票。哎呦，首长啊！忙着呢。还等什么？等着过年首长放炮仗给你们听啊！放狗子还不来什么？放了首长。你别忙了，你被俘了。到那樟木火车站演习之后，我就发誓，这辈子绝不会打俘虏。那你又被俘了呀？交枪吧。首长，你这就违规了啊！老子就说来了，来吧！首长岁数大了，小心点啊！来啊！阵亡，越狱失败。这个宋建设呀，政治上说这叫牺牲，不过，要是放在我们情报工作上，这种行动也不会向外界通报，只能算是情报战线上的英雄。要这么说，我倒挺佩服老宋的，是个军人。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边倒啊。这种情况，全军还从来没有遇上过，头一回。但是，纵观世界，谁也想不到以后会不会遇上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有个建议，宋建设的表现上报军区，给一个嘉奖。同意的，请举手。
没在淡水池里关的，费了好大劲儿约了个好兄弟。减肥啊！你带没带脑子？连长，那池子里边的淡水是下了毒的，哪怕是就喝上一滴，那也等同是战死。你要害死咱们连吗？可是你要不喝的话，会淌血淌死的。我死也要死得干净。连长，我听人说了，水里根本没有下毒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们就没连长了。他没说错，那水里确实没毒，放进去的只是一片维生素，但是按照演习规则，我们认定水中有剧毒。是，1号，9连205班列兵马建飞违反规定，私自盗窃军用物品。9连连长李国强，请求对他进行处分。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我们连，我是不想让红方打上来，不想丢了岛。我们连要生死在一起，我不想看到我们连的兄弟死，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你还嘴硬是不是？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吗？行了，您喝水了？喝了2小口，没敢多喝。好吧，你去找孙干事报道，就说你进阵亡了。去吧。是。9连长，到。你也一起去。我不能离开9连，9连只剩下这些人了。我们要尊重规则。是。排长出列。报告，2排长丁有元向您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代理9连连长，指挥战斗。把你们连长送到医疗室。是。是。报！红军指挥所上报，他们1小时前组织了夜间攻击，现在登上滩涂了。红方改打法了。联系红方指挥所，让他们说明改变攻击时间的理由。不用问了，说好了不设定方案，自主作战，别管他。副司令，顾烨这小子又在出险招，这就对了吗？剑走偏锋，显著决胜，在对手最不防范的时间和地点下手，说不定就解决战斗了。起啦！哎呦，怎么睡着了？熬了几夜，就睡了3个小时。哎，对了，组里的第2批器材运到了，通讯部想要去找领导签字，组长在卫生所挂水呢。我去。双方在岛上整整打了半夜，红方使用了逐点击破战术，对蓝方的每一个火力点都进行了清剿。蓝方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，目前已不足1个半连的兵力，而且红方并没有退回海上的迹象，他们已经建立了滩涂支撑阵地。要是这样，红方是在做最后一击的努力。导演部观察员报告，红方1号指挥员并不在岛上。哦，那他在哪儿？提审牛满仓，我倒要看看，蓝军是不是个个都是硬茬子。加油！哎呦，呸！
客气什么呢？过来坐。大人，你700团这空气也不咋样。快吃吧，吃完送你走，我去公岛。公岛？公岛啊？说吧。这他咋来领人了呢？还是你自己亮小白旗的呀？我警告你，对我放尊重一点，不然我可以让特大领一具尸体走。好，尸体啊！你弄的啊！演习还没结束，还打针呢。好，打着，打着好，别东西了，赶紧吃吧。早晚得送你走。吴爷，我想知道一件事，老高怎么就没活捉了你呢？让你躲在这犄角旮旯里边。爽吗？你要不爽冲我来，好吗？这罐头吃完了以后你闭了我，你给我个痛快。我牛满仓要当也得当烈士。是。特大的纪念碑里边，必须得有我牛满仓这块砖头。敬。满仓。哎呀，顾一爷啊，顾一爷，你也有今天呐！说真的，你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你在 A 军的小馆里边绝对是第一个。这个，可是《三国演义》演得好啊，既生瑜，何生亮？我们没有诸葛亮，我们有高亮。不要跟我提他。爷啊，你是觉得你把我关傻了是吗？啊，演习还没结束，啊，48小时，你是觉得我不会数出来是吗？你把我关在这个船底下，我看不见那个日头。你想的没错，但你忘了一点，看我的兵，8小时换1次岗，一共换了几次岗？我数。啊！演习还没结束，你还要攻岛？你唬鬼呢？你攻岛？你唬鬼去吧你！真是的。是我有所顾忌，对岛礁轰炸是投鼠忌器，怕伤了观察所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老高真的是把你拿捏的死死的。他早就料到你是一个谨慎的人，不做好准备，你是绝对不会下手的。所以我们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，就没打算跟你正面交战，懂吗？就你在海上穷折腾的时候，我们2/3的兵力在地下工事里边睡大觉。哎，你知道我们管这叫什么吗？神威，按人这盘。哎，对，还有观察组。观察组一上岛，就被老高送到最中央的工事里边养起来。耶！你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料到呢？耶！哦，这个小笨蛋哦！大人，绷不住了，绷不住就对了。是刀没有攻下来，报告不好写，是不是？
你商量个事儿呢。写报告的事儿能不能多提我？我打了2天，手里就落下你一个人，我连这个都不提，我700团的脸面往哪儿放？你提行，你提，你尽管提，好吧？那你提我有啥用呢？我啥也没说呀，对不对？你说了呀，你说我炸你的时候，2/3的人都在地下工室里面睡大觉。你说这叫什么来着？忍者排神龟。刚说的你忘了？我看我的报告就这么写吧：蓝军被俘少校牛满仓胶带，翘头岛地下工室中央地堡进出口就在主峰的半山腰上。放你个狗臭屁！我什么也没说。来人，拿口供！哎，干啥呀？干啥？哎，你拿口供也没用，入口根本不在半山腰，在东南角悬崖底下的灌木丛里边。你个笨蛋！你个。哎呀，我这个笨蛋呢！哎呀，防不胜防。老牛啊，老牛！哎呀，进高粱！你这个忠臣派的死叛徒！演习不是结束了？你的情报会促成演习结束，但演习结束以后，你会被钉在特大的耻辱柱上。知道了。报告说，红军指挥所上报导演部，他们已经掌握了翘头岛地下核心工事的进出口位置。红军申请最后一波次的火力打击，1小时以后，攻击开始。指挥员率红军全部兵力上岛。怎么，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看到这个结果？看来，战蓝行动真的结束了。回红方指挥所，导演部知道了。是。红军的上马2号记录系统出现了问题，想请咱们去看看。他们的1号点名让你去。上网2号的将攻来了。没想到你用这种手段把我骗过来。我承认，把你从导演组那边要过来，我总得编一些理由吧。这次让你过来，不是我要见你，而是首长他们在岛上。这一次演习的时间拖得有点长，我怕他老人家身体吃不消，想让你上岛去看看他。1排的也全都退回来了，岛面上只剩下7个观察哨，可以继续战斗的队员只剩下59人。重武器也全都炸没了，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弹药，只剩2865发，人均50不到。伤得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如果能有口吃的，再打3天没问题。田参谋，到。这样坚持不下去的，想办法去岛上找一些可以消炎的草药，给伤员们都画上。是。演习不是要结束了吗？你也这么认为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科研组的人。来的路上，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你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这次的攻击上，
你根本没有打算把演习进行下去。哎，我还真忘了，我忘的不是你的专业、你的身份，而是忘了你有多聪明。好吧，我坦白，这次叫你来，不是要去见首长。首长他们在岛上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，而且作为人质，也不能随便接触。他在岛上，去见见他吧。心理战，我是你心理战里的道具人物。断食断粮好几天了，没吃没喝也就算了。战士们，现在要警惕红方的进攻，都他妈的一个个好几天没睡觉了。报告，咱现在不光是孤军奋战，还是孤立无援啊！你不感觉这导演部就是火着红方来消灭咱们的吗？就这么看，这场仗结束了。阿佳，不是还没结束吗？他现在有2条路，第一条，放弃抵抗，保存现在所剩的部下生命。当然，你也知道，他不会这样选择。我根本不会在乎这一次演习再拖上2个小时，我在乎的是可以减少我的伤亡。4天时间里，他耗掉了我1半的兵力，我不想这个数字再往上增加了，不然就算岛夺下来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回去跟我的部队进攻。还有呢？我的人憋了一口气，我不敢保证他们上岛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出格的行动，那可能是一场屠杀。而你，是他唯一的软肋，我希望他见到你之后，他心神会乱，会崩溃，至少在气势上，他可以软弱一点，这样，我也可以少死几个兵。真够卑鄙的。我承认。那我要是拒绝上岛呢？你不会，你是一名信息专家，而且这是一次难得的获取指挥员综合数据的机会，而且你逃不掉你的情感。从演习上来说，你不是参战人员，你只是我方征用的一个平民。上岛之后，你无权向对方提供任何的军事帮助，也不可以向对方透露我方的军事机密。等等，我想让你再帮我带50盒盒饭上去。这是实战，我会告诉你，他们就快要死了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他们当一个饱死鬼，至少在舆论上，我还能奇战一招。实际上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还剩下多少人。但我希望不要剩的太多，因为我在盒饭里面下了毒。顾一野，顾一野，幸亏我当初没继续跟你好下去。过奖了。战斗还没有结束，按照演习规定，我现在不能称呼您首长，请见谅。你是来处理善后的？对。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质呢？我需要确认一个细节，需要您在场。我是蓝军指挥官。报告下处，蓝军1号请求通话。接过来。是。战蓝行动导演部。4天前，观察组转为人质，但是我没有接到上级给我下达的具体人质身份。我现在需要知道每一个人质的具体身份。这个问题对战役有什么实际作用吗？有，我需要知道这些人质是平民还是敌方人员。如果是后者，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准确身份，
还有上级给我下达的勘押任务。他们是红方的重要人员，所以你的任务是人在人质在。明白。接下来我不会再跟导演组通话，我先上报我的计划。红军发起总攻之后，人质进入勘押倒数，只要这个岛上还有1个我的人在抵抗，人质就会活着，没有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勘押地点，否则触发式炸弹就会爆炸。如果岛上抵抗结束，人质将会按照计划全部处决，无一幸免。通话完毕。等等，喂，下注。